金院长，怎么样啊？合约签了吗？什么？澳门市民们，我是总督德莱斯勒。过往2个月来，澳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考验，数十万市民和旅游的难民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可怕饥荒和瘟疫折磨，甚至亲人离丧等难以形容的苦难。所幸经由总商会各慈善团体、各界爱心人士决策顺利，尤其是做出牺牲的中国勇士。今天粮食终于运到澳门了，澳门的这场饥荒结束了。王端杰，走！高漢章，睇呢個衰樣，幫日本人舔屎都唔夠班啦你！像條賴皮狗啊！干什么干什么？这里是澳门，是有法律的地方。你想无视法律吗？王队长，我在货站的西北角给你留了礼物，记得去取啊！弟兄们，喝酒庆功去！走了喂！哎，多喝2杯啊！哎，三爷，三爷，你听我说，你给我个机会，三爷。贤哥，黄队长，你可算来了，我差点命都没了。阿荣昨天晚上跟你说他不去押船了，荣哥说他有事儿，我还能说什么？船的手续你也认真的核对过了？当然了，因为荣哥没来，谨慎起见，我和赵县长一起核对的。赵县长亲自确认没问题之后，我才给他货款和回扣。赵鼎华为什么要把通行证开成磨刀门？我当时还不愿意呢，生怕绕路耽误了时间。但赵县长说横门水道被堵了，回程只能走磨刀门。之后呢？之后船队就走了磨刀门，因为临时改了道，所以关卡的日本长官还打电话给了赵县长。赵县长亲自确认没问题之后，我们才通了关。再然后呢？再然后，船队就通了关，我就被麻袋给罩住了，稀里糊涂就挨了一顿毒打。这时候他们才说，他们是大豪帮的，这次抢粮，就是为了给黄队长你一个教训。给我一个教训。你已经落到大豪帮的手里了，他们就能那么轻松的放了你？还放了我？那个叫霞寿的都把我拎到了船边，差点丢进海里喂鱼了。幸亏黄三爷说留我一条性命，让我传个口信。口信儿？什么口信儿？这个说。黄队长，我就是传个话啊。黄三爷说，这次抢粮就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，有朝一日还要3刀6洞，拿你血祭那个叫什么五爷的亡灵，让你知道叛帮投敌、当汉奸的下场。
中山からの判断です。赵鼎華は行方不明で、中山君も彼を探しています。中山に行く。はい。帮主，烂赌人回澳门了，一到码头就被沙挡镖带走了。阿昌，你放心，船都准备好了，万一有变，我立刻会送你还有贤哥的家人离开澳门。孙爷，我不担心我自己，我担心贤哥。大哥，我真说的是实话。好，那我给你总结一下啊，你是11点多在横门遇到崩盘，水道被堵，耽误到3点多才到的中山码头，发现粮船已经走了，是这样吧？是呀。那按我们的计划，你5点就应该押船出发，8点多就过横门，可11点的崩盘是怎么挡住你的？出发的时候啊，也耽误了一下。怎么耽误的？哎呀，我听不见，大声说！我5点钟到了码头，发现发船手续不见了，联昌公司非得让我补齐全套手续，结果就耽误了几个小时。手续也丢了啊？丢哪儿了？不知道啊，大哥。你办完手续去过哪儿啊？我哪儿都没去，回睡觉了呀。你没有跟何贤说过你不去押船了？没有啊。你给我的死任务，我怎么可能不去呢，大哥？后来呢？后来我就给赵县长打电话，怎么也打不通。等我到了县政府，他陪广州特高科特派员出去了，死活找不着人。大哥，咱粮丢了，我也不敢耽误，赶紧回来跟你汇报来了。就这些是吧？就这些。那你的手是怎么伤的？不小心弄的。不小心弄的啊！我看看。哎呀，哥，不小心能他妈把整个手指切没了！你解释一下，怎么个不小心？别提了，就我往墙上挂刀，刀掉下来了，手就切了嘛。半天了，不知道怎么样啊？到底出没出呀？天哥，阿彪，你去各大赌场看一下，昨天阿荣有没有去？秀才，你去阿荣家搜一下。你怀疑荣哥？何贤和阿荣一人一套说辞，我信谁啊？何贤说的头头是道，阿荣说的驴唇不对马嘴，我不调查清楚，择机关长怎么给他交代？去吧。明白。妈妈，啊，我们什么时候搬家？爸爸回来我们就搬家。可爸爸到底什么时候才回来？等等，爸爸很快就回来了。对，很快，很快就回来。已经向广州特高科求证过了，他们根本没有派人过来。那个特派员肯定是游击队假冒的。还有，赵鼎华的私藏钱也不见了。照这情况，应该是携款潜逃。不巧的是，途中遭遇游击队。八嘎耶路，谁让你们允许拍照的？立即收走赵船，上面碰到赵鼎华被杀的消息。不许动！放下！收起来！裴总总，晚了。晚了？什么意思？昨天夜里，游击队处决赵县长，传单已经撒遍了中山小镇。
人人都知道了，好多家报社的记者比我们先到现场，这件事瞒不住了。号外！号外！好，中山县县长赵鼎华捐款潜逃，给你。飞武龟山游击队欧大队长击毙。号外！号外！中山县县长赵鼎华捐款潜逃，飞武龟山游击队欧大队长击毙。号外！号外！好，还得是欧大队长。我就说姓赵的怎么会自己跟磨刀门的鬼子说是自己填错了通行证？赵鼎华这一死，唯一的变数没了，贤哥也就好脱身了。这就叫船到桥头自然直啊！佛手机线。来，请坐。您这次来是？你先接电话。喂，我是赵鼎华。啊。万琪，是时候给黄公杰加码了。喂，我是小马，该您二位出场了。赵鼎华死了，现在就剩你们两个当面对质了。大哥，坐下。事情很明显啊，就是那个何贤串通大豪王和赵县长抢了咱的粮啊，大哥！你笑什么？我说不去压船了。我什么时候说的？在哪儿说的？我当初都觉得你不对头，我一直提醒大哥，这家伙肯定有鬼。怎么样？果不其然吧？你说，不是你干的，还有谁？黄队长，荣哥是你的兄弟，他说什么你肯定都相信他，所以无论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你直接一枪毙了我就是了。我说过我信他不信你了吗？有什么话你尽管说。是忠是奸，我自会分辨。那好，那我就请教荣哥3个问题。第一，当初我为黄队长兑现存款，大豪帮因此视我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我是怎么跟大豪帮勾结到一起的？我怎么跟大豪帮同穿一条裤子的？第二，我从来没有跟赵县长打过交道，我怎么跟赵县长串通一气，布下这么大一个局啊？第三，那份同行手续一直在你的手上，我怎么把它变到大豪帮的手里去？啊？问你呢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你，肯定是你搞的名堂。谁搞的名堂？黄队长心里自有一杆秤，是忠是奸，要杀要剐。黄队长，你看着办吧。大哥，你不怀疑我吧？大哥，查到了。查到什么？直接说。阿荣前天晚上在豪兴赌到半夜，是吗？
上来，我实在没忍住，我以后不赌了，大哥。但其他的事跟我真没有关系啊，大哥。我跟你出来以后，我已经背上了叛帮的死罪了，我总不可能跟大豪帮再搅在一块儿啊！球是吧，球？真和你没关系吗，荣哥？那这是什么呀？大哥，我来家搜出来了。大哥，我就说这通航手续是怎么到黄三河手里的？是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！大哥，大哥，我给你解释，大哥，我那天输了好多钱，大哥，妈黄三河他妈的逼着我只能写这个破东西，我才能脱身啊，大哥，我骗他们的，这东西不作数啊，大哥，我血书不作证，那你说还有他妈什么能作证？我真的没有背叛你，我绝对不会背叛你，我哥，我真的没有背叛你，我真大哥，泽基馆长来的电话，他已经到拱北口岸了，让你1个小时之后去他办公室汇报调查情况，他口气凶得很。哥，你带我去，我跟他解释，我说所有错都是我，跟你没有关系，哥，我来扛，好不好，哥？我来扛。给我泼完脏水还不算，还想着去皇军那儿给黄队长泼脏水啊？荣哥，黄队长只是卖了高价没跟皇军说而已，又不是没给你分钱，你至于吗？你为了活命咬死自己的队长啊？你放屁！你放屁！我没有那个意思，哥，你信我，我绝对不会出卖你，哥。他血肉二龙，走好了。报告，楼下来了2个人，派头大得很，说要见队长。什么人？一个姓付，一个姓崔，说是来讨债的。到底是病了，还是避而不见啊？哎，看付老板您这话说的，我们队长确实是病了。再说那合同是跟何贤签的呀，要退钱也是去找他呀。行了，中山的粮人人都知道是黄队长扣的，那个何贤只是个经手人啊。但是现在货没到付，何贤也不见了，我们肯定要找黄队长这个真正的货主了，是不是？你先喝茶，消消气啊。总之，你回去告诉黄公杰，今天之内赶紧还钱。我不相信他经纪签的售卖凭证，法庭不认。告辞。呀，付老板，付老板，消气啊。贤哥，这个姓付的和这个姓崔的，既然是你牵的线，还得麻烦你，去收个尾啊。他们现在要的是退款，我能退什么给他们？难道你现在还看不明白吗？这个大豪帮抢了粮，交给的可是总商会。你说这大豪帮没有和总商会串通一气，你信吗？话虽然是这么说，但如果他们不认，我能怎么办？那我就只能来一个鱼死网破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事儿
要是真的闹大了，我可就得拉几个垫背的了。我会说，是阿荣和姓崔的、姓傅的，他们还有大豪帮一起做的局。到时候就看日本人怎么收拾他们了。也只能试试看了。那我这就去找他们，申明利害，争取到此为止。不过那张期票肯定得还给他们了，就当做总商会花600万买了2000万斤粮食，也不算亏。除了合同，尤其是我写的那个委托书，你一定得帮我要回来啊！一定啊！我知道。怎么样啊？求爷爷告奶奶，总算是搞定了。快，再机关。贤哥，这会儿在路上，我跟你交代2件事情，你一定要记住了。什么事啊？第一件，这次卖粮的价格我交到你手上是6毛钱1斤，你到了泽中佐那儿可不敢说错了。我知道。第2件比第1件还要重要，这次事件纯粹是中山的赵鼎华县长和大豪帮里外勾结一手造成的，跟特务队没有关系。至于阿荣嘛，是他自己搞丢了通航手续，所以我才把他给处决了。可明明是烂赌荣勾结的大豪帮。贤哥，这件事情上，阿荣不能跟大豪帮有任何的瓜葛。黄队长的意思是，特务队里只有疏忽，没有内奸。这就对了。一会儿到了泽局馆长那儿，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赵鼎华身上推，你只是个跑腿的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剩下的由我来解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的数量委托书呢？不就夹在合同里吗？没有啊，你看，你自己看。我记得傅老板和崔老板给我了，可能我不小心落在什么地方了。贤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。黄队长，泽局馆长不是还等着呢吗？我总要先给你做完证吧。至于委托书，回头我一定仔细的找一找。但找东西这种事情你也知道，越急越找不着，越不急，指不定哪一天就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。行，贤哥，行啊。只要他不要冒在不该冒的地方就行。这你就放1万个心吧。只要我和弦安安稳稳，这东西绝不会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。你知不知道，到底谁杀了赵鼎华？我根本就不清楚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也不知道。给刚总，你真的得相信我。我没有想到赵鼎华他怎么能跟大豪帮连在一起呢？而且我每斤的粮价就是卖的6毛钱。这个是联昌商贸的货运周单，然后这个是……给刚总，烂赌荣，我亲手逼了他，那是我亲兄弟呀。他。谁？我真不知道。谁呀？这个是海事航运收据、海事报单，这些是还有商贸公司的航运收据。こちらが案件者の人面調書です。ご確認ください。
が確認だ。一人一人責任逃れしやがって。なぜジャオディンホアが死んだ？中山の共産党遊撃隊が空から降ってきたとでも言うのか？それにあのランドゥーロ、頼りないから殺された。ワンゴンジは一体何を隠してるんだ？2000万人の食物が盗まれ売られ、そしてその責任が全て死人のせいだと？そんなバカなはずがあるか！調査だ、調査を続けろ！真相究明のため容赦するな！もしもし！マカオに運ばれた糧食についての対策は先ほど電報で送った。わかりました。諸君、君が大佐に昇進するまでは余計なことをするな。電報の内容に従って実行するんだ。わかりました。将軍の言う通り処理いたします。韦先生，这机关长有请。韦先生，这份文书笔录，请你核对一下，要是没问题，就签个字。这是我的问询笔录。怎么，自己刚说过的话就记不清了？没关系。我替你总结一下：此次过两，全系大日本皇军体恤澳门民生艰难，故特殊何先生代表澳门总商会前往中商采购粮食。何先生因此成功将粮食购回澳门，拯救了澳门几十万居民。何先生，上述都是你的如实陈述，反正对此也确认无误，你没什么意见吧？这份笔录我没意见，我现在签。好，那就请签字吧。
我没事儿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怎么样，百欣？不错，挺好看。走，吃饭。仔仔、西妹，吃饭喽！好。来来，哎，好了，来，吃饭啦！何太太手艺太好了，做了这么多菜。嫂子，你这煲的什么汤啊？这是西洋菜陈皮胡萝卜猪骨汤，这个季节喝这个汤啊，清炎润肺的。那我得学学，万琪她最近老咳嗽，得让她多喝点。嫂子，回头教我啊。没问题。来，宝贝，先喝汤，来吧。来，让我们一起祝贺何家乔迁吉宅，人丁兴旺，瓜瓞绵绵，基业永固。来干杯！好，干杯！老爷子，恭喜老爷子，恭喜啊！恭喜，多喝几杯啊！欣喜。就不错。来，老爷子。阿贤，我们这次可不光是来为你庆祝乔迁之喜的。贤哥，来。哦，多谢。柯医生，贤哥，过去的澳门啊，是大西洋一家独大。华商虽然经营名号，但也都是单打独斗，不成气候。因此，我们和一批华商老板商议好了，决定合股成立澳门第一家由华商合资的银行，叫大丰银行，地址就在那个新马路。澳门预定的那个金融交易所旁边。贤哥，这次来除了恭贺乔迁之喜外，股东们也赋予了我一项大任，请贤哥入股，并担任总经理一职。我？不，马老板，这怎么合适呢？哎，开银行本来就是你的本行啊，凭你的能力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合适啊，这事儿特别合适，特别好啊！我先干一个。阿贤，我也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，我们都希望你能入股大丰，开创澳门金融新局面。是，贤哥。可我现在能拿出来的股本实在太少了，而且我的行内资历又浅，这个总经理啊，我是万万不够格的。不如我就当一个普通职员吧。不，贤哥，我保证，我一定尽心尽力。你们看，行不行？哎，万琪，阿贤只要答应肯加入就行，具体职务是什么，以后再议嘛。行，那咱就这么定了啊，贤哥，恭喜你加入。好，来，恭喜，恭喜，恭喜！啊，来，阿姐，来，欢迎大家，谢谢，恭喜，贤哥。来，吃菜啊！何太太，谢谢你们，恭喜啦！快乐，我们一起干杯好吗？对了，乔小姐，何先生，你能不能不要老一口一个乔小姐的叫我？我有名字，叫我英婉就可以。好啊，那你也别何先生的了，以后就叫我贤哥。贤哥。对了，英婉，我听说你要去镜湖小学当音乐老师了。嗯，上次我送小鱼去镜湖小学报名的时候，刚好发现学校缺音乐老师，所以我就决定了去试试，正好这样也可以多陪陪小鱼嘛。
什么时候上班？就这2天吧。梁校长给我准备了宿舍，等这2天我搬完家，我就可以过去了。那到时候我跟启文过去帮忙，顺便看看小鱼。好啊，我到了，我就住在这里。那你进去吧，我走了。嗯。万琪，有位先生找你。郑平兄，马先生，郑平兄，快，请坐。郑平兄，这次又要运什么？需要我怎么做？不，我这次来是为之前的帮助专门登门道谢的。你客气什么？柯医生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又是他亲弟弟，帮忙是理所应当的嘛。谢谢。我还要为收到那些物资的朋友们对马先生表示感谢。这样，为表真心，郑平以茶代酒，敬马先生。哎，郑平兄，你要是真心的，咱就来点真的。马老板，我先干为敬。郑平兄，虽然咱们相识日短，但通过你的所作所为，你这个朋友，我马万七交定了。能和马老板成为朋友，也是我郑平的荣幸。敬郑平兄。郑平兄之后有什么打算啊？回香港，继续开药房。有些事情，我也不便打听，但是我倒觉得，郑平兄可以效仿鲁迅先生那样，弃医从文。你可以弃医从商吗？从商？我只是个普通的药剂师，为什么要从商呢？也许换个身份，能救更多人。你郑平兄有救人的心，我马万七有经商的路啊。马先生的意思是，咱们可以合作，明着干。郑平兄，这件事情你再好好考虑考虑。今天咱们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来，贤哥，喝茶。我们俩之间干嘛这么客气？这杯茶该我敬贤哥，要不是贤哥提醒，上次那单运粮差事，我可差点就惹出大麻烦。是因为你办事严谨，坚持规章制度，没有让别人抓到你的把柄。那还不是靠贤哥事先一再提醒，要不然择机关那帮人追究过来，非说中山的粮食被盗卖跟镰仓有关系，我可就有理说不清了。所以还是要多谢贤哥。贤哥，我有个问题，不知道该问不该问。说吧。你那套手续在刚办好的时候你就问过我，要是那套手续弄丢了会怎么样？如果不是贤哥未卜先知，那也太巧合了吧。洪山，你之前说过，你虽然是混血，但是你们何家都是随曾祖母，以广东宝安为祖籍，或者换句话说，你们何家，包括你何鸿燊，都是中国人。不好意思啊，扯远了。你刚刚问什么来着？我怎么都忘了。我也忘了。你看我这记性，这事情一过去吧，还真就忘个干干净净。不管怎么说，澳门几10万人得救了，就比什么都强。
勋送信的鬼婆了，怎么一眨眼就没了？等会儿。 点亮寒夜里的那一盏灯，照着孤舟你心中的那些人。我会望烟尘弥漫的那一座城，也许能依然听闻风起潮声。 你是远方未熄灭的梦，是心中未尽的回声，是此刻穿越人间后夙愿的相逢。你是岁月未忘记的人，是眼中未冷却的永恒，是我会以余生去追寻的路程。 你留下黎明前的那一扇门，向着洪流前行中的那些人。我走在万家灯火的那一座城，也许能悄然留存风中月。